Hello， 大家好，我是西安。今天继续我们 DeFi 节点深度解析系列，本期聚焦一个格外关键的组件 HTTP 请求节点。HTTP 协议作为数字世界的通信基石，构建了高效的信息交换网络。在 DeFi 这一先进的 AI 开发平台中， HTTP 请求节点扮演着智能应用与外部世界的桥梁角色，打破传统 AI 的封闭局限，实现了数据与智能的融合。值得一提的是像 N8N 这样自动化平台之所以备受推崇，正是因为它精心设计了300多种预配置应用节点。这些预设节点本质上都是 HTTP 请求的封装，却巧妙地隐藏了技术复杂性，让用户仅需要简单配置就能构建强大的系统间数据流转，从而重新定义了自动化工具的可访问性。废话好像又说多了 ，Let's go。我是西岩，在东京工作生活的数据科学家，在这里会用最极简的语言、最直观的例子，分享数据科学、机器学习 AI 等知识。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关注，不迷路哦。虽然 HTTP 请求听起来像是专业技术术语，但实际上它是我们日常网络冲浪背后的核心机制。每当我们打开浏览器访问网站时， HTTP 请求都在默默为我们服务。接下来我就让 Cloud 帮我图解一下浏览器背后的工作流程。当我们访问一个网页时，以下的过程在悄然进行。步骤1，浏览器创建 HTTP GET 请求。当你在地址栏输入 URL 或点击链接时，浏览器首先会构建一个请求消息。步骤2，请求发送至服务器。这个 HTTP GET 请求通过互联网传输到目标网站的服务器。步骤3，服务器处理并返回响应，服务器接收、处理请求并返回包含 HTML、CSS 和 JavaScript 等内容的 HTTP 响应。步骤4，浏览器渲染网页内容。浏览器接收响应数据，解析并将其转化为视觉化的网页界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步骤1和步骤2是 HTTP GET 请求的过程，步骤3是服务器的 HTTP 响应，而没有步骤4浏览器的渲染能力，我们看到的将只是原始代码。我们以这个 YesNo 网站为例，当我们在浏览器访问它时，立即会看到一个随机的 Yes 或 No 的答案，以及配套动图，这正是 HTTP GET 请求在幕后的工作成果。我们也可以通过它的源代码，这边点击右键找到 Source Code， 比如这里我们能看到 Answer 是 Yes， False Image 是它的 URL。 但如果在 DeFi 中，如果我们 HTTP 请求这个网址的话，那么 HTTP 响应返回的就是这个 HTML 源代码。但如果我们想以编程方式来获取这些结果，而非通过视觉界面查看，该如何实现呢？这正是网站设计者提供 API 服务的价值。我们将这个 URL 复制，然后我们输入一个新的网址，在这个斜杠后面我们输入 API， 我们再来回车看一下结果。通过向这个 YesNo 的 API 发送 HTTP GET 请求，我们获得的就不是一个视觉页面，而是一个结构化的 JSON 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键值对的存在，比如 Answer 的值是 Yes， False 的值是 False， Image 它的值就是 URL。 这意味着即使没有浏览器界面，我们也能够通过 DeFi 的 HTTP 请求节点直接获取这些信息和资源，将其整合到我们的 AI 应用流程中。接下来我在 DeFi 中实际演示这一过程。我们回到 DeFi， 先来演示一下 HTTP 请求普通网页。我们点开这个节点，这里就选 GET， 这里是 YesNo 的网址。我们接下来就来测试一下。我们看到这边 HTTP 响应码200表示服务器找到了该页面并成功响应。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body 这里是一大段的 HTML 代码。接着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API 的网页。
我们打开这个节点，同样的是 get 后面多了 API， 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看到输出这边 HTTP 响应码200成功，然后 body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 answer first image 和刚才在浏览器中看到的是一样的格式。这里的 answer 和 image 都很好理解啊，可这个 first 是什么呢？这个 first 其实是一个可设置的参数，设置之后我们就可以控制结果是出 yes 还是出 no。 具体方法我们回到刚刚 yes no 的 API 网页，在这边在 API 的后面我们需要添加一个问号来连接参数，我们输入 false 然后让它等于 no，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answer 变成了 no，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no 换成 yes， 结果变成了 yes， 或者把这里换成 maybe。 关于这个参数的设置，我们可以回到最开始的 yes no 的网页，在下面点开 API， 这里就有这个参数，但稍稍有一点变化，是 false 不是 false 的。我们可以设置 yes no 或者是 maybe 来控制它的结果。接下来我们就在 DeFi 中可以尝试一下。我们回到这里 HTTP 请求 API 网页，在这里我们设置刚才的参数 false 等于 yes，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到这边结果就变成了 yes， 或者是我们把参数的设置从这里调到这边，我们输入 false 让它值变成 no， 然后这里删除掉，再来测试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answer 就变成了 no。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这个节点的核心设置。点开这个节点，这里就是输入 URL 的地方，输入我们想访问的网址，这个没什么可说的。然后就是6种请求方式，这里的 get 是获取数据，也是最常用的，就像查询图书馆中是否有某本书，不会改变服务器上的数据。Host 提交数据，类似向图书馆提交一本新书，会在服务器上创建新资源。Hide 只获取响应头信息，而不会返回实际的响应体，类似于只查看书的封面和目录，而不阅读内容，用于检查资源是否存在。Patch 部分更新数据，相当于只修改书中的某几页，而不是替换整本书。Put 更新数据，相当于替换图书馆中的某本书，完全覆盖现有资源。最后 Delete 删除数据，从服务器中移除指定资源。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个选项 Headers， 也就是设置请求头的信息，添加请求的身份证和说明书，告诉服务器这个请求的特性和权限，比如 Accept 告诉服务器我希望接收到 JSON 格式的响应，若服务器无法提供此格式，可能返回错误或替代格式。然后是 User Agent， 标识发送请求的浏览器或应用程序类型，服务器可能根据此信息返回优化的内容。Accept Language 指定首选语言，告诉服务器我优先需要中文内容，其次是英文。Parameter 设置 URL 参数会自动添加到 URL 的末尾，比如问号 key 等于 value。 我们刚刚在 Yes No 的 API 网页中已经演示过了。接下来是 body 选项，选择请求体格式 None 是无请求体。 Get 和 Delete 请求通常使用此选项，因为它主要通过 URL 传递参数。 Form Data 表单数据，模拟 HTML 表单提交。 Post 请求上传文件时常用此格式。然后下一个是 URL 编码格式的键值对，是 HTML 表单的默认提交格式，常用于简单的 Post 请求。接下来是 JSON 结构化数据，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现在 API 最常用的格式，特别适合 POST 和 PUT 请求传递复杂的结构化数据。接下来是 RAW 原始文本，可以是纯文本、XML 等格式，适用于需要特定格式的 API。最后一个 Binary 二进制文件，用于上传图片、音频等非文本数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输出变量这边，我们看到 Body 这里是服务器返回的主要内容，文本或者是 JSON， 然后是 Status Code， 这里就是 HTTP 的状态码，如果是200的话就表示成功，404的话表示未找到。Header 服务器返回的所有响应头的信息。最后一个 Files， 如果响应包含文件，这里就会列出它们。虽然 API 使用通常需要查阅官方文档，但 DeFi 已经预先封装好了多种常用服务的 API， 只需要相应的 API 密钥即可快速集成，大大简化了开发流程，可以让我们更专注于创意的实现，而非技术细节。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边，我们自己也可以添加 API， 实现一些数据的集成。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西安奶茶店所用到的数据库。因为我们的店规模比较小，所以用到数据库比较简陋，用到的是 Google 表格。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表头是 Invoice Number， 发票编号，然后是品类名称、数量、单价以及最后的总价。接下来我要用 DeFi 做一个查找指定编号返回发票内容的 AI 运用，比如指定这里因为00004的话会返回这2行的信息，如果是00007的话会返回 float t 这1行信息。我们就先回到 DeFi 看一下发票参数的设置。好的，我们回到 DeFi， 然后在开始节点这边，我们设置了一个输入字段文本 Invoice Number， 这没有什么问题。HTTP 请求中，在 Parameter 这边，我们设置了一个键值对，这里的键 key 就是 Invoice Number， 然后值就是开始节点中设置的变量 Invoice Number。这里Body 选 None 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确定这里的 URL， 实现我们的 API 功能。接着我们返回我们的 Database， 在这边我们要基于这个数据库设置一个 API 的接口。我们点开这边的扩展程序，找到 Apps 脚本，然后在这边可以先改成 DB API，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写代码的地方了。我直接粘贴复制我已经写好的代码，然后这边重命名一下 get， 好的，然后 Command S 保存。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讲了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function 的名字是 doGet， 这是一个处理 get 请求的函数，用于查询与特定发票号码匹配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从请求参数中获取发票编号，就是刚刚的 Invoice Number 参数。然后在这边如果没有提供发票编号的话，会返回错误信息。然后接下来获取当前 Google 表格的工作表，我们一定要确认这里的名称要和我们 database 里面最下面这里必须得是一致的才可以。然后这里获取到了表格中的所有数据，将它复制给了 data， 然后 data 的第一个元素，然后这里就是表头的意思。接下来我们查找 Invoice Number 的索引，这边如果找不到的话会返回错误信息，然后筛选匹配发票号码的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循环，因为一个发票号可能对应着很多个品类，然后最后就是返回结果。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应该是一个 JSON 格式的，如果没有信息的话会返回错误。好的，接下来没有问题，我们就来部署一下。你点击新建部署，然后在这边我们类型
选择 Web 应用，新版本描述，随便输一下，这个可输可不输，算了就不输吧。然后在这边我们选择任何人，然后点击部署，点击授予访问权限，然后选择我的账号。这边我们点击，这是一个安全提醒啊，我们点击 Advanced， 然后点击最下面 Unsafe， 因为涉及到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这个链接查看我的数据库，存在安全隐患，所以会出现这些提示。好的，我们 Web 应用，然后接下来复制这个 URL， 复制好之后，我们回到 DeFi 中，这边在 get 的后面，我们就添加这个 URL 就可以了。这里的 HTTP 请求节点我们就设置好了。接下来最后一个节点，这里回复中就设置了2个变量，一个是响应码 status code， 然后第二个是 body。 我们就来测试一下这个工作流，比如我们刚刚举例是00004，好的，因为0004，我们就来运行一下，必须输入一个发票的号码，这里必须随便输一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状态吧，200显示成功，然后这里 invoice number 004，它包括了几个呢？我们可以看到最外面，这里是一个列表，这里是列表里面第一个元素是一个字典，然后这是一个品类，然后这又是一个品类，2个元素，刚好对应着我们数据库里的这2个元素。这次我们 get 就成功了。接下来回到我们的数据库，刚刚我们演示的是 HTTP 的 get， 如果我们要往我们数据库中添加新的数据，该如何做呢？这个时候我们会用到的请求方式就是 post。 接下来我就来演示一下如何往表格中添加新的数据。我先找到设置好的 post 设置，在这一次的应用中，我会识别一张发票，然后将发票里面的数据通过 HTTP 请求，然后发送到我的数据库那边，然后在数据库那边会自动添加这样的一个 AI 应用。我们看一下如何实现。首先是在开始节点这边，我会上传一张我的发票图片，然后经由 Llama 3.2 微人大模型的视觉识别，然后将这张图片转化成了一个 JSON 形式的数据。这里不太好看啊，我们就可以直接测试一下这个节点，让大家看一下数据的形式。这里提示词就很简单，识别 invoice number 和 items， 选择我们的发表图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节点输出的数据形式就是这样子的，是一个 JSON 格式的，最外面有2个 key， 一个是 invoice number， 然后另一个是 line items， 然后在 line items 中我们发现就是一个列表，比如这里有2个元素。好的，接下来我们就看下一个节点 HTTP 请求。在这边我们选择的请求方式就是不同于刚才获取信息，这次是反方向，我们需要提交信息给我们的数据库，然后在这边 headers 和 parameters 这边不用选，
body 这边我们选择 JSON， 然后这里 JSON 我们选择在上一个节点中大模型输出的 JSON。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 JSON 是 text 形式的。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确定这个 post 后面的 URL， 我们来做一个 API 的接口。我们回到刚刚我们的 JS 这边，我们选择新添加一个文件，选择脚本，这里就选择 post， 然后这边同样是粘贴我已经写好的代码。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最开始是一个 doPost 的函数，处理 post 请求的函数，意义就是参数，这里的 e 就是变量。首先将请求中的 JSON 格式字符串解析成 JavaScript 对象，这个很好理解，因为刚刚我也说到了，我们的 JSON 是一个字符串形式的，在这把它变成一个字典。然后接下来同样的是获取工作表，这里同样是 sheet 1，没有问题。接下来就是从刚刚我们上传 JSON 数据中获取发票编号 invoice number， 然后就是一个循环，把这个 JSON 数据中的 line items 数组，然后创建一个数据对象，用于整理要写入表格的数据。这里大家只用理解就好。然后这里是一个 append row 的命令，在表格的末尾添加新的数据行，第一列、第二列、第三列、第四列、第五列，然后处理成功后会返回成功状态的 JSON 响应。好的，好像不是那么复杂的代码，大家只要理解了代码逻辑就可以了。然后这里我们记得要保存，然后我们要部署，因为这两个 scripts 是独立的，所以我们要分别部署。这里比较懒，我就不写了。这里同样是任何人，点击部署，然后复制这里的 URL， 返到 define， 然后在 HTTP 请求这边，我们在 post 后面输入刚才的 URL。 好的，确认一下没有参数 JSON。 OK， 测试一下。我们本地上传我的发票图片，然后随便输一下。我们也可以返回到我们的数据库，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就新添加了3行数据，因为00001这里跟我们图片上的发票数据是不是相同呢？然后我们返回到 define， 在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响应码200，说明响应成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关注。我是夕颜，我们下期再见。